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经典著作《易经》，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。无论是老子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之中的“道”，还是孔子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中的“一”，都来源于《易经》中最基本的思想，那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那么阴阳是怎么产生的？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阴阳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又有了怎样重要的影响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。敬请收看《阴阳之道》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这句话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因为听得太多了。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过巴比伦的文化、希腊的文化，你说它不同嘛，它又很相近；你说它相同嘛，它又差得很远。那到底是近还是远？到底是同还是不同？你看西方，它的所有的文明都是从神话开始。我想大家听了很多了，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话，希腊的神话，那当然中国也是很多的神话。可是神话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吗？你能够生活在神话当中吗？我想不行的。神话听听，你总是将信将疑，到底这是在干什么？因此呢，神话没有办法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，所以就产生一种叫做哲学。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哲学，而每个民族的哲学实际上都是从神话里面提升出来的。神话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。哲学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。但是哲学，大家总觉得好深好远，好像都在象牙塔里面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我们的哲学家从来没有生活在象牙塔里面。你看孔子，他多半的贴近老百姓；老子，他多么的深入我们的人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不分的嘛，我们是合在一起嘛。我们把理想跟现实合在一起，我们把高的跟低的拉在一起。所以神话它慢慢形成哲学，哲学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的智慧。那我们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一本易经嘛。我们对易经的认识应该要很明确的了解到，易经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知识不知识的，它不是。如果易经是一本讲知识的书，那老早就丢掉了，因为那么久了，什么都变了，你就留了什么用？易经所给我们的是智慧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，都是人想出来的。我们不用虚拟，我们用想象，通通是人想象出来的。你说这是神话？那我请问你，哪个民族他的学问不是从神话来？那个时候哪有办法一下想得很具体，想得很现在所讲的科学？那不可能的。想象都是从模模糊糊，从不清不楚里面，然后慢慢去具体出现。我们以前有手表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人在想了以后，手表就制造出来了。我们以前有麦克风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人不断的想到最后，麦克风就制造出来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想出来的。我想这是《易经》给我们最高的一个答案。
易经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。事实上，人类正是因为有了想象，才有了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发明和创造，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。那么，易经的思想又是谁想出来的呢？就是伏羲想出来的。那大家一定很羡慕啊！那我也能够想出这些东西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可以啊，的确可以啊，只有一个方法而已：减少你的欲望，你就可以往正当的方面去想。我们把想到的东西叫做天机，中国人把那个叫做天机。事欲深者天机浅。啊，整天想股票，明天想我怎么样去买房地产，后天想我怎么样这样想半天的人，他这个天机是完全没有看到的。事欲浅者天机深，完全在自己。伏羲去想的是人类最重要，而且是宇宙最高的一个秘密：万物从哪里来？伏羲是看到太阳从东方起来，然后一直走，从西方下去，他就知道了，天底下有一种力量，把太阳从东方拉起来，然后一直把它往西方掉下去。这个力量就使得万物啊都受到它的影响，好像它就是宇宙的根源。那如果伏羲是想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呢，那真叫虚拟，那真叫做虚拟，因为不切实际了。怎么会断定它不切实际呢？太简单了嘛！今天一个太阳出来，明天一个太阳出来，哪有那么多太阳？一天一个，一年就300多个，那还得了？就算有那么多太阳，东方有那么大的太阳库可以储存吗？那边也要一个很大的太阳库，才能够一天掉一个，一天掉一个。所以伏羲氏他就自己否定自己。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也影响很大。人常常要反省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事实，因为太阳它是永远存在的，只是地球自己在转，所以有时候看得到，有时候看不到。可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思路？不会。你看伏羲氏他最起码告诉我们，有看得见的部分，就有看不见的部分。有一个力量拉上来，就有一个力量拉下去，它就产生了有2种互动的力量的这种关联，一正一反，一上一下。这2个东西就构成了什么？构成了太极里面的2个重要的一个内涵。因此呢，他就很想把他的思路把它表现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的呀。伏羲氏他把这个力量用一个连续的线来代表，我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做法。我没有文字，我说也说不清楚，我干脆画一个图像，画一个最简单的，今天叫做符号。那时候是连符号这个观念都没有的，可见符号也是人想出来的。他就画了这么一条线，也许当初连画的笔也没有，怎么画也画不出来，他就择一个树枝，就哪一段说，哎，这个就代表那个能量，那个力量。
所以一化开天的真实的意义就是一化开天辟地。我们讲到这里，已经很明确的知道，当初啊，伏羲氏他是用眼睛去观察宇宙万象，然后他靠他的想象来替我们造出一套系统来。这套系统的总根源就是一化，叫做太极。我想一切都是从这样开始的。伏羲认为，既然有一个能量，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方向，就有一个相反的方向，就构成了一种叫做什么？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因此，他就认为，有一个阴，就有一个阳；有一个阳，就有一个阴。伏羲上观天文，下察地理，思索很久，终于一化开天地。这一化就是太极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生发出来的。孔子在他做的十义，也就是《易传》中写道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太极生两仪。意思是太极中包含着一正一反两种力量，而这两种力量就是阴阳。那么阴阳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？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就是阴阳。如果伏羲氏想到这里他就很满意的，那我们也是很倒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变成分的观念已经出来了，有阴有阳，那是一个两个，那明明是两个吧，那两个就分了嘛。所以伏羲氏他就认为啊，一还是一，只是一有时候还是一，有时候会变二。就是一根木头，你不去动它，它就一根木头；你把它切断了，它就变成两小段。所以阴就是阳，阳就是阴，阴可以变阳，阳可以变阴。阴跟阳，它不是可以分开的，它是有高度的配合性。后来慢慢他就想到啊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他怎么会明白呢？因为他发现了，把那个树枝一折断，就变阴嘛。那阴把它接起来，又变阳了。我想现在小孩子，你如果给他一根竹子也好，木头也好，他很可能不小心把它弄断了，弄他就哭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用胶水把它接起来。这些事情，对我们现在来讲，是很常见的现象。可是，在当时呢，伏羲氏是发挥了他高度的想象力。你发现这个一化也叫太极，也叫阳。所以我们汉字啊，在不同的场合，它有不同的读法，它有不同的意义，就从这里来。你说这一化算什么？这一化算太极啊。可是到了这边呢，只要阴出现的时候，它就代表阳。同样一化，在不同的位置，它不同的含义。这个汉字里面是用的很多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二这个二，跟后来那个可恶的那个恶啊，是很接近的。恶就是有恶心，就是很可恶。这种观念都是从易经来的。一，你就觉得很愉快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合在一起，同时呢，它的力道很强。我们今天说同心协力，才有这种一的感觉。二就开始分了。所以他说，如果阳是阳，阴是阴，对吗？那阳上来，他可能往那个方向去了；他阴上来，可能往那个方向走啊。
两个不配合，两个不协调，彼此不调和，这个宇宙会那么有秩序吗？你看，我们又得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宇宙看起来很乱，实际上它是条条有理，它是非常有规律、非常有秩序的，就是乱中有序。你看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乱，但是它都有序，乱中有序。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体会的。老子说“道法自然”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道法自然不是说道去效法自然，那不是这样子，因为道本来就是自然，所以道法自然这个法在这里应该解释等于道就等于自然。可是当中人讲等于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不等于的意思。我想这一点呢是最神奇的。我们中国人慢慢要去了解自己，因为它除了自然之外，它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在里面。我们用伦理两个字来解释它。易经那句话我们重复好几遍，叫做自天佑之，击无不利。就是你自己去了解天理，然后你又顺从自然，你就会得到吉祥，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后果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所重在人，在自己。我没有悟到天理，我有没有去悟到自然的道理？其实易经就是把自然的规律，把它转移到人事方面的伦理。所以伦理从哪里来？从自然来。自然那么有秩序，是谁在管呢？如果伏羲氏当年说神在管，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。他说没有，就是阴阳的互动，它是自然的孕育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宰，没有。我们现在从物理学上大概可以了解到，易经其实是比较接近真理的，就是说它有两种不同的力啊，这样子交互的去作用，那很自然就产生万物，而且它会不断的运行。易经认为阴阳是太极生发出来的，而且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极成阳，阳极成阴，彼此之间是互动合一、密不可分的，叫做一阴一阳是谓道。那么这种阴阳的观念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怎样的影响呢？世界上所有的学问，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把它说清楚，各位认为有这个可能吗？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摇头了，哪有那么简单的？其实真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包含所有的学问，那就是《易经》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今天生物科学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世界怎么能够生生不息，就是因为有物种多元化，有不同的因素互相激荡、互相作用，它才会生生不息。如果物种一元化，搞到最后所有种都没有，只剩下人类，人类会死亡的。一句话讲完了，没有矛盾就不会起变化，不起变化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非常清楚的在我们脑海里面。这个一阴一阳之谓道啊，它并不是说一个阴一个阳，那么合起来就叫道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自然的变化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世界上万事万物不外乎4个字：自然孕育。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道理，
那个道理它是永恒不变的。如果那道理一变，那就每天出不同的花样，那社会还有秩序？那我们对自然还有信心吗？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告诉我们，自然的变化就是阴阳之道。阴阳这两个字是谁加进去的？是孔子加进去的。孔子说：“亦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而这两仪就是一个阴一个阳。我现在讲一个阴一个阳，各位一定要清楚，中国人讲一个就是两个，讲两个就是一个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一里面是含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含有多少东西？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，就是正反上下高低轻重，就是相对的两种。很多人一想到相对啊，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看，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都是绝对的，绝对没有相对。你有没有听出来？这句话本身就非常绝对，它根本就是绝对的，哪有那么绝对的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有例外的。这个在《易经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太极是我们的共性，人再大也不过是个太极，人再小还是一个太极，人人都是太极，甚至于汉字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太极，叫做一字一太极。可是它会变化的，它里面有阴阳。因为中国人同一个人，有时候很讲信用，有时候非常不讲信用，有时候很守时，有时候不守时，有时候很振奋，有时候很沮丧，随时都可以看得到。人有情绪的变化，同一个人，他里面有不同的情绪，有时候他感觉到世界真是光明啊，充满了希望；有时候又觉得到处都是坏人，怎么我那么倒霉呢？同一个人，同一个太极，他分阴分阳。坏人是不是一定坏人？不一定，坏人偶尔也会做好事。好人是不是一定不会做坏事？也不一定，经常好人他做了很多坏事。所以阴就是阳，阳就是阴，阴可以变阳，阳可以变阴。我想这种观念呢，那影响中国人实在是太大啊！因为西方人他比较认为啊，阴就是阴，阳就是阳，这是两码事。你问西方人，阴阳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？我保证呢，答案是说两个东西，很简单的，阴就是阴，阳就是阳。可是中国人会告诉你，它是一个东西，一个东西里面还有两种成分，一种叫做阴，一种叫做阳，合起来它就叫太极。太极分出去就叫阴阳。所以如果讲一，它就是太极；如果讲二，它就是阳跟阴。那这种观念呢，我相信我们是很容易接受的。易经给我们的一内含二的思维和西方二构成一的认识，使得东西方人的观念有了生和分的差异。那么东西方的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，反映到现实生活中，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？一分为二，这是事实；一生二，也是事实。但是这两个字啊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一下，一个叫做分，一个叫做生。分是什么？分就是分开，分开，分开。西方人看这个地球，看到最后就看出一个结果。他说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一分为二，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；二分为四，两个细胞分裂成四个细胞；那四分为八，八分为16，16分为32，这样无穷无尽的就产生万物。
你不能说它不对呀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偏偏中国人他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他认为是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下面他就不讲了，因为不需要讲嘛，万物都产生了，你还讲什么？你看一二三，再说起还是一二三，再大还是一二三，它通通是一二三。老子说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用《易经》的思维来解释，一是太极，是一切变化的根源；二是阴阳，三是阴阳的互动。如此一来，自然可以生出万物来。《易经》广大精微，无所不包。那么世间万物又是如何从两仪进一步变化而来的呢？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，中国人很多思维是从《易经》来的。《易经》告诉我们，世界是一所构成的。可是这个一呀，如果是单纯的一，那就是一到底了，那这是不会变化嘛？那怎么会有万物呢？你管是有阴有阳，如果两个不互动的话，那有什么作用呢？那不能发生作用了。所以他就知道阳一定会跟阴，它会碰在一起，阴会跟阳会化合在一起，这样才会产生万物。世界上东西它有阴有阳，而且分不开。你看一天就好了，你早上起来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你会觉得热吗？不会。你知道上面是热的，但是那个太阳光的热还没有完全照到地底下来，因此你就感觉到上面是热的，下面还是凉的，所以叫做少阳。一定也等到中午了，上面下面都热了，就叫老阳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你没感觉到下面还是很热的，但是上面已经开始凉了，因为夕阳它没有什么热的，上面凉凉的，下面热热的，叫少阴。到了晚上12点，哪里都冷，就叫老阴。一天从早晨起来，它就是从少阳到老阳。从黄昏开始，就是从少阴，然后到半夜，就是老阴。一年来看，春、夏是阳，秋、冬是阴。所以你不管在哪里，你都可以用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来看所有的变化。你只要把这个搞清楚，然后采取动态平衡，你就完全了解。我们应该很尊重伏羲，因为他那个起点很高很全，而且让我们呢永远可以遵循，这就叫做经。所以为什么把易经变成群经的第一个？其实它是所有诸子百家共同的起源，叫做群经之源。伏羲一画开天地，这一画就是太极。太极包含着阴阳两种力量，也就是两仪，而阴阳的互动又产生了四象。那么接下来四象又是如何产生八卦的呢？这八个卦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下一集再讲。